这里的尼泊尔人，他们发自内心的告诉我，他们想家，但却不想回家，因为这里的收入是他们国家的好几倍。Hello， 今天公开3个卓米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。希望通过我的视频，让你更了解一点西藏。对于普通尼泊尔人来说，这里的生活会更好。我现在在中尼边境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。这里呢，就看到吉隆镇的一个整体的整体面貌，非常的好看。就是下面这个呢是一个镇哦，大家看有多大。那么今天呢，带大家去品尝一个用手抓的一个美食，干净又卫生。那么说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印度？不要吃太多啊！实际上，在西藏拉萨、林芝、纳曲这些地方很难吃到正宗的尼泊尔手抓饭，因为城市距离尼泊尔很远，不像边境城市日喀则和他们是邻居。咱们走在吉隆镇的街头，能看到许多尼泊尔商户，还有散步的尼泊尔人，他们或在这里当老板，或在这里打工。走进一家热闹非凡的尼泊尔餐厅，服务员用普通话、英语或者藏语询问吃啥，当然是干净又卫生的手抓饭，配上银色的勺子。如果洗了手或者有手套，那么真的上手也无妨。如果您能吃得惯咖喱，会觉得尼泊尔手抓饭的味道还不错。谁说非得印度尼泊尔饭才正宗呢？其实手抓饭自己也能做，按照自己喜好，味道好吃就行。手抓饭呢，在我们西藏林芝察隅这边也是一种特色美食，那边呢是中印边境。前2天我察隅的朋友刚好他亲自给我做了，就让我品尝一下，觉得还是非常的可以。这2年因为特殊原因，走在吉隆镇街头会略感冷清。尼泊尔和吉隆的边贸市场也少了往日的吆喝声。部分尼泊尔人留在中国西藏，和他们聊天得知，他们很想家，很想家人们。不过他们希望吉隆能早日恢复繁荣，家人们就能过来，因为中国的收入要高很多很多。这里的安全和便利性比他们那儿要好。我的尼泊尔朋友在吉隆镇做服装生意，自己设计、生产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他员工大部分来自尼泊尔，那里的收入用汇率换算1个月只有几百。来到西藏做最普通的工作，用双手就能拿到几千甚至上万。而平时生活中留下的尼泊尔人也享受到免费疫苗，即便是中国遥远的边境，基础设施同样齐全，有吃有喝也有玩。尼泊尔朋友告诉我，西藏真的好多了。中国最年轻的公民达麦人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在古代的时候，一支尼泊尔人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西藏，在颠沛中一小部分和人群走散，便遗址在吉隆沟附近流浪。200多年来居无定所，也没有身份，直到2003年国家接纳了他们，加入中国国籍，名为达麦人。此后守护边境，在村庄住上免费小楼房，水电通路，心不慌，还有田地和牛羊。孩子们读书能去北上广，工作创业选择更多，不必再做打铁匠。这就是现在达麦同胞的生活。由于他们只有几百人，所以被列入藏族。来到达麦人的村庄，能看到桃源般的环境以及现代化。1000年前，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的时候，这里是进藏去拉萨的第一站。俗话说，一条吉隆沟，半部西藏史。这句话表达出吉隆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。1000年来，它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。唐朝时，这里是唐伯古道的终点，那些人从长安到天竺就经过吉隆沟。可能有的朋友不明白吉隆沟和吉隆镇之间的联系。吉隆沟指的是吉隆县城到吉隆镇的几十公里之间，海拔会越来越低，气候也越来越好。如果咱们从拉萨到吉隆会经过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定日县，所以吉隆沟也被称为珠穆朗玛后花园。吉隆县城海拔4000米左右，而吉隆镇只有2000米左右，所以叫吉隆沟。这里水汽丰富，植被丰富，算是藏在繁华之外的一片净地。吉隆的气候条件啥都能种，吃的菜也能自给自足。现在这里是去往尼泊尔我们国家的最后一站，中尼铁路打通喜马拉雅山脉，就从这里出国。西藏不仅仅是祖国西南，也是咱们的边疆要地。生活在此的朋友们，除了过好自己生活，还有守边责任。这段时间，卓玛走了日喀则好几个边境县城，看到小镇和村庄都朝着现代化正在改变。有的是全国最后通公路的镇，比如定结县陈塘，那里和尼泊尔就隔一条河。
有的是靠近印度，是最重要的边防要地。不管多远，国家都满足了一个基础，就是生活以及出行的便利性。紧挨的楼房和四面的公路赶走了原始，咱们家乡也可以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、商圈林立。就像尼泊尔人说的，边境都比他们国家好。众所周知，除了尼泊尔和不丹、缅甸、西藏，还有一个不友好的邻居。这里的藏汉军民身后是一个强大的靠山，守护祖国边境的同时，内心也有着强烈的归属感。大美西藏，欢迎您的到来。这里的尼泊尔人说很感谢中国。酒是西藏最重要的饮品之一，藏族人到底有多喜欢喝酒呢？来了日喀则你就知道了。日喀则的人实在太能喝了，连我这个老江湖都甘拜下风。卓玛呢，从小学开始就学会了酿酒，之前的视频也拍过我酿酒的过程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你到藏族朋友家里做客，我们会用酒来招待客人，因为对于藏族朋友来说，酒是粮食酿造的，粮食就是我们的宝藏。Hello， 连接公康桑啊，卓玛，其他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呢，今年23岁了，我小时候在电视里面看过一个广告，是这样说的：人们是比拉东贵呗，的比拉嘛的。相信大家应该没听懂吧，所以呢，在这给你们解释一下，用汉语来说就是“美女，你们在喝啤酒吗？这不是啤酒，这是什么饮料？”我记得当时这款饮料火遍全国，但是时过境迁，现在内地几乎看不到这款了，但是在西藏依然很常见。大家知道这款饮料是什么吗？现在我就去买一瓶。没错，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皮尔茶爽。在西藏，你随便进一个小卖部，你有可能买不到农夫山泉，但是你一定能买得到这个皮尔茶爽。尤其是在我们农村的小卖部，这个呢就是必备的。尤其是我老爸，他一生只喝2种饮料，一个是可口可乐，一个是皮尔茶爽。小时候通过电视还有父母觉得大人喝酒特别的酷，但是小孩不能喝酒，所以出了这款饮料之后呢，就成了小伙伴们之间的最流行的东西。有了它之后，觉得自己变成梁山好汉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。酒是西藏最重要的饮品之一，藏族人到底有多喜欢喝酒呢？来了日喀则你就知道了。三国时期的曹操说，可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我们知道最早的酒是一个叫杜康的人发明的，距今已经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。西藏的酒也有很多品种，但最具特色的非青稞酒莫属。日喀则是青稞之乡，每年的产量达到西藏的50%以上。正如青稞产量一样，西藏日喀则的人的酒量也非同凡响。常常听外地朋友说，日喀则的人实在太能喝了，连我这个老江湖都甘拜下风。其实这话有点绝对，西藏的人都喜欢喝酒，不仅仅是日喀则最厉害，酒只是热情的藏族人招待客人的一个物品。藏族人最喜欢喝的除了啤酒，就是自己家里酿的青稞酒。尤其是乡村和牧区需要干农活和放牧，闲下来休息时就围坐一堆聊聊天，喝几杯酒，然后继续为了庄稼的丰收忙活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卓玛呢，从小学开始就学会了酿酒，之前的视频也拍过我酿酒的过程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对于藏族人来说，最不喜欢喝的就是白酒，因为白酒并不符合藏族热情豪放的性格，往往度数很高，不能像青稞酒还有啤酒那样一口接一口载歌载舞。藏族人虽然喜欢喝酒，但并不是酒仙。我们喝酒主要有2个原因，第一是为了招待客人，无论是亲戚还是外地朋友，自己家酿的酒都能表达友谊。第二就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充满力量，在乡村牧区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，闲暇的时间喝酒干活更有劲头。平时藏族人喜欢唱歌跳舞，酒也是很好的辅助。藏族人一生都离不开酒。藏族人自己在家里酿的酒度数并不算很高，所以呢就不容易醉。所以我们喝酒只求怡情，不求大醉。如果你到藏族朋友家里做客，我们会用酒来招待客人，因为对于藏族朋友来说，酒是粮食酿造的，粮食就是我们的宝藏。对于藏族人来说，对待客人最好的东西一定是最宝贵的东西。一年从春到秋，自己种植的粮食投入了汗水和辛勤的劳动，最终等到了丰收，用美好的成果来酿酒，然后招待客人，就是藏族人热情的体现。
当然了，如果你什么酒都不能喝，我们会拿出这款比尔茶爽，它像酒但并不是酒。我们呢就是从小喝到大的，长大以后我们就喝青稞酒。在我们西藏乡村，这款饮料依然是最重要的一款。最后，如果你什么酒都不能喝的话，热情的藏族人会给你倒香格木达恰西吗？无论是再好喝的酒，大家也不要去过量的喝，都是对身体不好的。最后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扎西德勒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长按点赞进行强烈推荐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